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野球特报。今天我们来聊聊邓凯威最近几场登板是否过于频繁的问题，并且透过进阶数据来看看最近几场他的投球内容变化。在进入2026年球季后，休斯顿太空人队的处境可以说是用惨烈来形容。这支过去几年的常胜军，开季前30多场比赛只拿到了14胜，在美联西区垫底。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打击不好，而是投手群出现了毁灭性的伤兵潮。这也让邓凯威在球队中的角色变得无比沉重且关键。说到休斯顿太空人队现在的困境，真的让人不敢相信这是那支曾经统治美联西区的强权。目前球队的先发轮值防御率超过了6，牛棚防御率也同样在6以上徘徊，这2项数据竟然都在大联盟垫底。伤兵名单长到让人看了会发抖。原本的王牌投手 Hunter Brown 因为右肩拉伤进了伤兵名单，另一位大将 Christian Javier 更是因为伤势严重被转入60天伤兵名单。连休赛季从日本重金挖角来的金翼打野也因为手臂疲劳正在休养。再加上 Lance McCullers Jr., Ronel Blanco 以及 Hayden Wesneski 这些本来就被期待的战力都在复健中，这导致先发轮值几乎完全处于真空状态。这就是为什么邓凯威必须承担这么多局数的原因。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我们来看看邓凯威目前的各项投球数据，真的非常惊人。截至5月5日为止，休斯顿太空人队本季进行了36场比赛，邓凯威竟然就出赛了14场，这等于球队每3场比赛他就要上场超过1次。在这14场比赛中，他投了23局，战绩是1胜2败，3次中继成功，送出22次三振，防御率维持在极其优秀的 2.35， 每局被上垒率 WHIP 更是低到只有 0.96。如果我们看单场用球数，他竟能像后援投手一样投个20球，也能在需要时撑住40球以上的负担。但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出赛之间的平均休息天数，有时候甚至不到2天。这在现代棒球的保护机制下是非常罕见的使用频率。这种使用频率如果跟同队的其他牛棚投手相比，落差就显现出来了。你看像 Eniel De Los Santos 或 Steven Okert， 虽然也是主力后援，但他们的出赛局数通常都在10局上下，而且主要负责1人1局的短中继。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布局投手 Brian Abreu 本季表现大崩盘，防御率一度飙破2位数。在这种情况下，总教练只能疯狂依赖邓凯威。目前牛棚里只有 Ryan Weiss 的投球局数勉强能跟邓凯威相比，但 Ryan Weiss 的防御率高达 7.62， 压制力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可以说，邓凯威现在是休斯顿太空人队牛棚里唯一的救命稻草，这也导致他的负担变成了全队之冠。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到全大联盟，拿邓凯威跟其他同样定位的牛棚投手比较，异常的情况就更明显了。一般大联盟的牛棚分工非常细，短中继投手通常投1局就会休息1-2天，但邓凯威目前的定位更像是多局数救火员，平均每场登板要投 1.64 局。如果照这个速度投下去，他整个赛季的出赛会超过60场，投球局数甚至会破100局。在现代大联盟，一个后援投手单季投超过100局，几乎是锅牢的代名词。最近几年，大概只有像2016年 Andrew Miller 那种季后赛极端使用模式能相比，但那是短期冲刺。邓凯威现在却是从开季就在进行这种长跑，对他的手臂耐受度真的是极大的考验。探讨导致这种登板频率异常的客观因素，除了刚才提到的伤兵潮，最根本的原因是休斯顿太空人队的先发投手经常在前4局就崩盘，导致牛棚必须提前5局甚至6局就上班。邓凯威因为有先发投手的底子，他的体力能支撑跨局数的投球，所以教练团很自然地把他当作桥梁，用来连接先发崩盘后的空白。此外，他的优异表现也让他变成了教练眼中的保险。当球队落后不多时，放他上去可以止血；当球队领先时，放他上去可以省下其他短中继。这种好用就一直用的心理，配合上球队现在1胜难求的战绩压力，让邓凯威变成了一种战略上的牺牲品。那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邓凯威今年的武器库。他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强的压制力，关键就在于他那颗已经进化到大联盟顶级水准的横扫滑球 Sweeper。
这颗球的使用率高达36.3%，转速高达2668转，平均时速大约85英里左右。根据进阶数据追踪，这颗滑球的横向位移非常夸张，几乎达到16英寸以上。对于打者来说，这球就像飞盘一样，在接近本垒板时会突然往外角横向滑出去，让打者很难抓到球心。这颗球在全大联盟的破坏力贡献值竟然排在第99个百登位数，也就是说，它是全联盟最顶尖的变化球之一。除了 sweeper 之外，它的配球策略也很有趣。它的四缝线速球占了27.8%，球速平均94.8英里。虽然不算最顶尖，但因为转速够快，能产生很好的上窜效果。他经常先用 sweeper 把打者的视线拉到外角，然后突然把速球塞进内角高处，这让很多打者被冻结在原地。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另外，它还有17%的声卡球 sinker， 这颗球主要是用来制造滚地球的，特别是当垒上有人的时候，它会投出强烈下沉的声卡球，配合二垒手 Jose Altuve 等人的防守，轻易就能制造双杀。这种5种球种交替使用的能力，让它不仅能三振打者，也能节省用球数。说到配球策略，我们观察他最近3场具代表性的比赛。首先是4月28日对战巴尔的摩精英队的那场先发，因为轮值真的没人了，邓凯威被推上去当临时先发。那天他投了3局，用了42球。有趣的是，他在那场比赛中展现了先发模式的配球。为了拉长局数，他刻意控制球速，球种分配也比较平均，横扫滑球、速球、伸卡、曲球、变速球都有用到。虽然被打出5支安打掉2分，但他展现了极高的好球率，主动攻击好球带，没有送出任何保送。即使面对 Adley Rutschman 这种强打，他依然能用那颗极品 sweeper让他站着不动被三振。接着看5月2日对战波士顿红袜队的那场，这场比赛完全不同，他回归牛棚，在第7局满垒的极高压情况下登场拆弹。这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配球变得非常小心，甚至有点在投引诱球。在那23球里面，只有10颗好球，他宁可投出保送挤回1分，也不愿意投出正中红心的球，让红袜打者打出长打逆转。他不断把 sweeper 控在好球带的边缘，又使 Ceddanne Rafaela 等人追打，最终成功三振对方，化解危机。这展现了他极强的心理素质，能根据不同的赛况完全切换投球性格。这是一名高阶后援投手最珍贵特质。最后是5月5日面对洛杉矶道奇队，这场也是展现他长中继价值的经典。面对大谷翔平、Freddie Freeman 还有 Max Muncy 这种全明星级打线，邓凯威在第6局接手，他投了2局，只被打1支安打。这场比赛他的配球达到了一种混合平衡，好球率回升到58%。面对道奇强大的左打群，他增加了4缝线速球和变速球的比例，不让左打者轻易抓到横扫滑球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进垒点的控制力非常好，让这些顶尖强打完全没办法把球打结实。进阶数据显示，他被击出强进球的几率 hard hit percent 只有 38.2%， 表现非常稳定。说到这，我觉得我们得谈谈邓凯威对抗左打和右打的差异。面对右打者时，他简直是屠夫 ，sweeper 的比例会提高到 43%， 让球往右打者的外角逃跑。但面对左打者时，因为 sweeper 的轨迹会往内角钻，容易失头被打长打，所以他会把4缝线速球的比例提升到 35%， 再搭配变速球和曲球。这种针对左打和右打灵活调整的分歧策略，也是他防御率能压得这么低的主因。打者即便研究了他的投球影片，也很难在实战中猜到他的球种。休斯顿太空人队当初换来邓凯威真的捡到大便宜了。回想今年1月29日，总管 Dana Brown 只用了1名小联盟球员Jhansel Villarroel， 就从旧金山巨人队换到了邓凯威。当时他在旧金山巨人队的评价并不好，防御率超过6，而且控球大崩盘。
但来到休斯顿太空人队的投手实验室 Pitching Lab 之后，教练团显然找到了他的使用说明书，成功让他精简球路，并专注发挥那颗惊人的 sweeper。现在看来，这笔交易简直是神来一笔，用底薪78.6万美元就换到了一名全队效率最高的投手。没错，从经济效益来看，这笔交易的剩余价值太惊人了。邓凯威现在连薪资仲裁的资格都还没到，球队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使用他。但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成功，背后的隐忧也是我们不得不提的。刚才提过他的出赛频率，目前这种使用方式是非常危险的。长期丢大量的 sweeper 对手肘韧带的负担本来就比传统球路大。如果太空人队不赶快让受伤的先发投手归队，继续这样烧邓凯威的手臂，等到6月或7月，疲劳累积到临界点时，受伤的风险会急剧增加。还有一个因素需要注意，那就是打者适应的效应。目前邓凯威是靠着犀利的 sweeper 让大家措手不及，但随着他出赛频率变高，同一分区的对手，像是西雅图水手或是德州游骑兵，会越来越熟悉他的球路。大联盟打者的调整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他们对他的 sweeper 产生视觉记忆后，挥空率就会下降。所以教练团必须考虑，除了让他休息，也要保护他的球路。如果每天都看到他出来投2局，对手很快就会找到破解的方法。目前休斯顿太空人队教练团正面临两难，如果不派邓凯威，比赛可能直接崩盘；如果派他，又怕把他操坏。这种极端的负担是环境造成的。不过往好处想，邓凯威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也证明了自己具备在大联盟生存的实力。他不再是那个控球不稳的年轻投手，而是一个能根据对手、根据局面来调整配球的智慧型投手。这对于他在联盟中的定位有非常大的帮助。总结来说，邓凯威目前的处境是在危机中证明身价。虽然2.35的防御率和0.96的 WHIP 让人惊艳，但也许太空人应该思考多给他一些喘息的空间。一个健胖的邓凯威绝对能成为未来几年球队在牛棚甚至是重回先发轮值的重要资产。我们也会持续追踪这位台湾右投手的表现，希望他能保持健康，继续在大联盟赛场上展现他的压制力。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边，感谢你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我们下次见。